用100期視頻講解全部1376款紅白機遊戲。大家好，我是雷文，歡迎收看紅白機遊戲終極鑑賞系列。今天是第56期。早年雖然紅白機遊戲裡角色扮演和文字冒險的類型採用多結局的並不少見，但基本上都是遊戲結束的時候才會呈現，或者到了最後的階段出現分支。有些文字冒險類型也是選項錯誤出現壞結局，然後直接遊戲結束。我印象裡這個系列到目前介紹的 RPG 和文字冒險遊戲好像還沒有出現那種很早就進入分支路線，然後導向不同的結局的。如果記錯的話，還請各位糾正。今天的主題是1989年9月份發布的遊戲。亞當斯一家，費斯特叔叔的冒險，由 Sunsoft 開發和發行的一款動作射擊作品。遊戲角色來自早年著名的一部電視劇《亞當斯一家》，小時候看過動畫，記得還有個翻譯名叫做《阿達一族》。本作只發行了美版。故事是一天晚上，一個不明飛行物突然出現在亞當斯一家居住的城市。奶奶是唯一預測外星人入侵的人，事先對他們的家施展了保護咒語。作為家長的戈麥斯·亞當斯必須守護自家的房子，於是將外星人趕走的任務就落到了費斯特叔叔的身上。在俯视角的场景裡，一開始費斯特叔叔出現在街道上，這是一個帶有迷宮屬性的區域，玩家要控制主角探索，沿途消滅街上的外星生物，並找到該區域的 BOSS。B 鍵是發射子彈， A 鍵使用道具，消滅敵人掉落幾種道具，錢也是道具的一種。提升武器威力的有藍色的 Gun， 能升級發射子彈的形態和威力，共有8個級別。如果是紅色字體的 Gun， 是威力降級，需要避開。敵人還會掉落鑰匙和燈泡，鑰匙用來打開不同房子的門。在紅色的房子裡可以見到家族的其他成員，他們会提供給菲斯特其他敌人無法掉落的道具，包括了 TNT 炸藥、隱形藥水、恢復生命的藥水等等。按下開始鍵可以查看道具數量和切換道具，除了藥水能恢復生命，還可以花錢到热狗攤購買熱狗。街道的區域有的地方被阻斷，無法通行，要通過地下的下水道區域才能到達新的地點，這時就得使用燈泡照亮下水道。來到白色的房子裡，會變成第一人稱 3D 地牢的場景，有時可以得到增加生命上限的物品。 BOSS 也會在這樣的場景裡出現，擊敗 BOSS 後得到一張神秘的拼圖，要按照這樣的方式擊敗5個 BOSS， 將拼圖集齊。在這個過程中，紅房子裡的家族成員莫蒂西亞還會提供另一個武器鞭子，鞭子的攻擊能穿透牆壁，有4個威力等級。同樣，藍色的圖案道具是升級威力，紅色的是降级。拼圖集齊後是一張 UFO 的圖片，之後就可以登上 UFO， 找到並擊敗最終的 BOSS。這部作品的系統玩法還是不錯的，但是場景和敵人的設計過於膚淺，雜兵戰的過程顯得很乏味，僅僅是收集道具。BOSS 戰只要用了隱形藥水，就只需要瘋狂輸出，完全沒有技巧。畫面和音樂的水準在 NES 獨佔遊戲裡算是不錯的。Sunsoft 在紅白機中後期的遊戲也逐漸有了自己的特色，特別是 BGM 形成了獨特的風格，這一點在不久之後的蝙蝠俠系列裡也有明顯體現。個人評價2星半。好萊塢問答遊戲，這是一款基於電視節目的問答遊戲，之前也介紹過這類電視節目改編的作品。好萊塢問答是一個老牌的電視節目，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播出，在3×3的方格內，每個方格都有一個好萊塢的名人，主持人向明星提問，參賽者判斷他們答案的真實性。一開始選擇一個角色形象並輸入姓名，遊戲裡的規則完全參照了電視節目。當然，站在台上的明星人物是虛構的。2名參賽者互相競爭，分別用圓圈和叉的符號表示2人，他們要輪流回答。在方格內選擇一個明星之後，畫面的下方出現問題，過一會兒明星會做出回答，參賽者根據回答選擇同意或是不同意。做出正確的選擇後，方格裡顯示對應參賽者的符號，答錯的話，方格內顯示對手參賽者的符號。當橫向、縱向或者斜向呈現3個符號相同，或者獲得了9個格子裡其中的5個，對應該符號的參賽者就會贏得一局。這時可以累積獎金，前幾輪從500到1000美金，
最後一輪獲勝進入大獎的環節，有一把車鑰匙，然後從5輛汽車裡選擇一輛，如果鑰匙插進去能將車發動，就能贏得車輛。這檔節目的主要特色是出題後編劇會給出一些喜劇效果的回答，也就是玩梗，但很多是需要當時的文化背景才能明白，而且遊戲裡也並沒有真正的明星，因此对於我們來說就沒有太大的意義。個人評價1顆星。NFL 美式足球由阿特拉斯開發 LJN 發布的一款美式足球遊戲，遊戲擁有 NFL 聯賽的官方授權，這個授權在當年相當稀有，不過沒有球員的授權，因此就沒有使用球員的名單。授權在當年也讓這款遊戲的銷量不錯，但這並不代表遊戲的素質有多好，反而說明了早年北美玩家對於垃圾遊戲的容忍度很高。開始的模式有普通的單人或者雙人对戰，還有讓步模式的单人和雙人遊戲，區別稍後再講。接着選擇球員，因為有授權，所以都是 NFL 聯賽裡的球隊，還可以在分區內選擇。選好隊伍後，要選擇一個球隊的能力包，這個設定是為了規避球員名單，設置6種不同的隊伍能力包，從不同的屬性分成了 A、B、C 3個等級，總和是一樣的，而且遊戲裡只有這6種不同的能力搭配，因此球队的選擇和能力並沒有關係。選定一種能力包之後，有2個升級點，可以把2個 C 變成 B， 或者把1個 B 變成 A。 在普通模式裡，如果使用了升級點，比賽時會有其他的懲罰，但讓步模式裡升級沒有懲罰。進入比賽後是一個橫向的視角，這時抽象和緩慢的比賽畫面簡直令人發指。和其他的美式足球遊戲一樣，在停球時要選擇戰術，但這款遊戲裡戰術設定需要查看使用手冊，遊戲裡也沒有說明，而且操作很麻煩，會出現2個手柄的版面，第一步要先按方向鍵加 B， 第二步再按方向鍵加 A，2個步驟不同的方向鍵組合實現不同的戰術。防守時也是一樣，而且要在对方完成前先輸入才有效，還有不同的進攻和防守隊形。在運動的過程中，進攻時傳球非常麻煩， B 鍵是傳球，要先選擇接球手，將球緩慢地扔出去。當接近接球队员時，比賽場地會放大，顯示接球手和周圍防守球員的特寫畫面。完成接球動作後，再退出放大畫面。防守時 A 鍵是俯衝，特寫鏡頭時，防守按 B 鍵跳躍搶球。遊戲在開發時，制作團隊顯然是沒有搞明白，複雜的內容並不等於好的美式足球遊戲。除了麻煩的操作難以上手和缺少說明，整個比賽畫面滯澀的幾乎無法進行，很難想象當年那些買了卡帶的人是怎麼玩下去的。個人評價1星半。芝麻街 ABC。 芝麻街是美国家喻戶曉的兒童教育電視節目，之前曾經在第48期介紹過一款芝麻街123，是數字和圖形類的教育小遊戲合集。這部芝麻街 ABC 依然是面對3到6歲的幼兒群體，主要的內容是認識字母和簡單的單詞，以及基礎的邏輯。有2個類型的小遊戲，每個類型又有幾種模式。第一個遊戲字母循環，一個不停旋轉的摩天輪，上面掛着6個字母，按方向鍵讓摩天輪加速或者減速。要選擇的字母到達最底部時，按下 A 鍵或者 B 鍵。這時有6種模式，從最簡單的大寫字母匹配開始，只要照着右側顯示的選擇即可。然後是小寫字母匹配、大小寫混合、3個字母組成的簡單單詞拼寫、單詞缺少的字母填空，最後一個是沒有任何提示的情況下猜單詞。答對3次後，大鳥或者餅乾怪物會跳舞。第二個遊戲類型是厄尼的大水花，相當於拼圖遊戲，在指定的方塊內選擇一個正確的拼圖，讓鴨子一步一步前進，最後要回到厄尼的浴缸裡和他團聚。這裡有3種模式，區別是後2種難度更大，要將多張拼圖連在一起。從遊玩的模式來說，沒有之前一部作品那麼豐富，趣味性也差了一些。個人評價1星半。飛翔角，這是一款街機的移植作品，原版是1987年由東亞企劃開發的遊戲，後來移植到多個平台。NES 的這個版本由泰東發行。本作是標準的縱向飛行射擊，和上一期介紹的究極虎很類似。他們的原版都是由東亞企劃開發，泰東發布的街機遊戲。玩家控制一架雙翼戰機，
A 鍵發射子彈 ，B 鍵扔强力炸彈，炸彈初始數量是3顆。只有2種道具：消滅敵方紅色的飛機編隊，出現字母 S 是火力強化，有6段升級的效果；另一個字母 B 拿到後增加1枚炸彈。總共有5個關卡，敵人除了不同顏色的小型飛機，還有坦克、裝甲車、更大型的飛機和大型戰艦等等。有的關卡需要擊敗 BOSS， 每關結束時降落到一個跑道上，然後結算分數，這時炸彈的數量作為分數獎勵。下一關開始後，炸彈數重置為3顆。最後一關的 BOSS 是一個大型的飛機。這款 NES 的飛行射擊遊戲比之前的究極虎還要簡化，少了武器的變化，也沒有什麼其他的元素，玩起來比較枯燥。同屏子彈數量很少，遊戲的難度也不大，要不了多久就能通關。個人評價2顆星。誰陷害了兔子羅傑？ Rare 開發 LJN 發行了一款動作冒險作品，遊戲裡的角色和內容基於1988年上映的同名電影。本作將當年電腦上常見的文字圖形冒險元素和傳統的動作類型相結合。故事發生在1947年的洛杉磯，兔子羅傑被錯誤的指控謀殺了馬文·阿克梅。私家偵探艾迪·瓦列安特需要證明他的清白，目標是要收集4個阿克梅的遺囑碎片，最後擊敗大反派卡通城的法官陨滅。玩家控制侦探艾迪，羅傑兔會一直跟在身後，從偵探的辦公室開始，到不同的地點進行探索，可以撿到不同的物品，來到不同的樓房建築，搜索房間也能獲得一些物品和線索。在樓房前的街道和進入房間裡的畫面是橫向的场景，有時會有些敵人要對付，和場景裡的人物對話尋求幫助。不過主角永遠都是一句話：你能幫我嗎？對方的回答只有2種：這棟房子裡是空的，或者你可以搜索這裡，就相當於提示玩家是否能找到物品，但也並不一定準確。如果用拳頭打了路人，再和他們对話就會被罵。在街道的大地圖上，移動時是俯視角，能到達不同的建築。在商店可以用錢包購買其他的道具，購買的物品會從架子掉到地板上，然後將它撿起。有時羅傑兔會被敌方的黄鼠狼抓住，這時需要回答搞笑的問題，選擇錯誤的選項會損失生命。找到一張密碼紙之後，解鎖墨水和油漆俱樂部。觀看一段跳舞表演，傑西卡會給一些線索，就能前往其他的地區。可以召喚出租車，開車的速度更快，能夠前往卡通鎮以及山谷和洞穴找尋遺囑碎片。在洞穴探索時，要靈活地使用之前獲得的道具。最後在卡通鎮和大反派法官的 BOSS 戰鬥，羅傑兔和傑西卡被綁了起來，在橫版的場景裡將 BOSS 擊敗就能通關。這款遊戲的玩法還是很新穎的，把冒險解謎和動作融合，還可以開車自由移動。不過做的有些太粗糙了，對話實在過於單調，除了幾個關鍵的地方，其他的對話基本都是一樣。動作的部分也不好，偶爾才碰到幾個敵人，戰鬥變成了碎片化，整體都缺少深度。個人評價2星半。偶像八犬傳，夏目公司開發，東賀奇發布的一款文字冒險作品。這是夏目公司開發的第2款紅白機遊戲，第一款是邪典遊戲《東方見聞錄》，在第43期介紹過，同樣是文字冒險，因此本作在系統和風格上都借鑑了《東方見聞錄》的一些設計。故事背景是日本的大財閥西園四家的家主父子意識到自己時日無多，於是召集自己的3個孫女，告訴他們3個月之內會決定3人當中的一個成為財產繼承人，繼承人將會是這3個月之內最有名望的那一個。大孫女已经是成功的大老闆，二孫女是天才的科學家。玩家扮演的主角老三西園寺惠里香，他唯一的天賦是唱歌，於是他決定成為超級偶像。系統是常見的命令選擇形式，沒有什麼特別的。能夠稱得上特點的，由於採用了偶像歌手的主題，遊戲制作了6首歌曲，但因為容量的原因，採用了 BGM 播放結合主角演唱時顯示歌詞來呈現這些曲目。有時歌曲也是用來解開謎題的提示。故事很短，分為5個章節。主角為了達成目標，需要找到8個人成為朋友，並得到朋友們的幫助，這也是本作的名字《八犬傳》的由來。另外，故事裡還有一個稱霸娛樂圈的黑暗伊羅莫諾軍團，他們想讓主角加入。整個的遊戲過程充滿了輕鬆搞笑的氛圍，本身的難度不大，搞笑的方式有些類似之前的《東方見聞錄》。
在繪制人物圖形的各種表情時，採用了誇張的漫畫風格，顯得生動活潑。結合遊戲的主題和專門制作的音樂，收穫了一部分的粉絲。個人評價2星半。古川浩司的將棋指南3，古川浩司将棋系列的第3部，仍然由玻璃佳音發行。這一作也是從之前的磁碟機版變成了卡帶版。和前作主要的區別是，除了常規的對局模式，其他的模式有些不同。常規對局模式下有2個難度級別，第2個模式是名人戰，和古川浩司的角色對戰，電腦的 AI 是高級難度。第3個剪刀將棋是一種適合兒童的娛樂規則，雙方只有一種棋子，可以橫向或縱向任意移動，用自己的2個棋將對方的棋子夾住就可以吃掉。第4個老虎機模式，先在右側老虎机上搖一下，下一步棋只能用老虎机上選到的棋子，如果棋盤上没有摇到的棋子，則直接輪到對手。最後一個棋譜鑑賞記錄了1988年古川浩司在迷人大師賽當中的6盤對局，少了前作相对更專業的解题模式，新增加的幾種模式更偏向於娛樂，本質上變化不大，個人評價2顆星。女查察官，這是卡普空發布的一款文字冒險作品，遊戲譯名是女查察官，不是女搜查官，更不是那種女搜查官。原名直譯叫做馬爾薩的女人，馬爾薩是日本國稅局的俗稱，改編自1987年上映的一部同名電影，當年獲得了日本電影學院的多個獎項。原著講述了稅務局的審查員板倉亮子調查各種逃稅案件，在升職到國稅局檢察部之後，調查情趣酒店的老板全藤英樹逃稅所發生的故事。遊戲的故事基本上遵循了電影的原著，故事情節的推進，用日語裡的話來說，就是完全的一本道。可以在一個俯視的等距視角下，控制主角板倉亮子在街道上移動，進入建築後變成傳統的文字冒險形式。上方顯示圖片，屏幕底部是各種指令選項和信息欄。完成稅務調查後，返回稅務局，向自己的老板匯報，與同事交談，檢查電腦，然後前往下一個地點。按照這樣的方式不斷循環。在選擇動作指令時，一個比較特殊的是，對話可以使用不同的態度，包括嚇唬和奉承等等。要讓逃稅的人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需要選擇合適的態度。基本上必須先完成在一個調查地點需要做的所有事情，然後才能移動到另一個地方。因此活動的範圍受到限制，自由度較小，相應的解謎難度也不高。另外，遊戲裡角色的形象忠實於原版的真人鏡頭，再現了電影版中扮演演員的樣子，這也讓人物的畫風顯得有些特別。遊戲裡的喜劇氛圍比原作電影要遜色不少，這也是本作當年不太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和很多改編類的文字冒險一樣，還需要對原作比較了解才能順利的遊玩。由於涉及稅務，還有些專業方面的詞彙和知識，本作的素質中規中矩，畫面和音樂還不錯，個人評價2星半。創世紀4：聖者傳奇，西方 RPG 遊戲的始祖，創世紀系列的第4部作品，這也是創世紀系列登陸到紅白機上的第2作。紅白機上的第1作是創世紀3：出埃及記，在第27期節目裡介紹過。4代的原版是1985年發布在 Apple II 上，後來也是登陸了很多平台。因為原版過於古老，紅白机的移植版重做了畫面和音樂，分別由玻璃佳音和富士产經國際發布了日版和美版。游戲名字裡的聖者傳奇是日版的副標題， NES 美版的副標題叫做阿凡達的任務，這個名字和原版保持一致。創世紀從4代開始，世界觀發生了變化，1代到3代通常被稱為黑暗時代3部曲，以索薩里亞的世界為背景，主題是勇者擊敗入侵的邪惡力量。而從4代開始一直到6代被稱為啟蒙時代3部曲，前3代裡入侵索薩里亞世界的邪惡完全被消滅，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新的不列顛尼亞大陸，它類似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本作沒有終極的邪惡，而是以提升美德為主題，要掌握所有的8種美德，最後獲得終極智慧法典，成為聖者的化身。一開始要回答算命先生關於美德的8個問題，從而確定主角的職業，總共有8個職業，
除了主角外，其他的7個職業在後面會作為同伴加入隊伍。玩家要通過與鎮民交談，完成他們認為好的事情來增加美德，或者擁有相應的美德符文之後，前往對應的神廟進行冥想。也有像對話時吹牛、殺死並不邪惡的敵人等行為會降低某種美德。4代是整個的系列裡首次使用了類似文字冒險的動態對話系統，可以通過指定的對話主題來與 NPC 互動。戰鬥的系統延續了前作並有所補充，常規的戰鬥是俯視角的回合制，角色每走一步就會前進1回合，也有3D 地牢的場景，在地牢裡是第一人稱的視角探索。本作在地牢裡新增了單獨的戰鬥房間，來到這個區域會變成回合制的戰鬥畫面。魔法的使用需要依靠一個複雜的密钥調和系統，8種不同的材料按照特有的配方進行搭配。整個遊戲的過程自由度極高，沒有什麼線性的故事和固定的順序，僅僅是城堡裡的先知會給予一些行動的提示，基本上算是開放世界的形式，上手有一定的難度。這樣的特點也造成了當年東西方玩家評價2極分化，歐美玩家稱讚它高自由度的探索，日本玩家批評它缺少故事內容，充滿了平淡和乏味的說教氛圍。另外，紅白機的移植版採用了隨機御敌，戰鬥系統的平衡性有一些問題。個人評價3顆星。中華大仙，這是一款街機的移植作品，原版是泰東1988年發布的橫版飛行射擊遊戲，街機版是由 Hotbit 開發。當時除了紅白機平台的家用主機版本，還有世嘉 MS 和 PCE 的移植版。另外2007年在 Wii 上還發布了一個重制版。玩家控制主角麥克陳，站在雲端，漂浮在空中，向飞行在空中和地面的敌人發射能量波。消灭敵人有各種升级的道具，粒子是提升射击的威力，能夠多段升级。顏色、發射的數量和攻擊的方式隨着威力的升級而變化。速是提升主角的移動速度。當擊敗關卡中的小 BOSS 會出現一扇門，進入門內可以在4項法術裡面選擇一個，有4界火、炎3寶、火龍、地裂彈等等。每次進入這樣的門，法術可能都有所區別，大概有10來種左右。擁有之後相當於多了一個副武器。除了普通射擊，按 A 鍵使用法術攻擊，其他的道具還有連字，可以連續發射多發子彈，命字增加1條生命。紅白機的版本總共有6個關卡，遊戲裡的關卡畫風和敵人角色的設計是本作的一大特色。每關開始的關卡名也以漢字的形式顯示。第一關五行山，背景是水墨畫式的山脈，有人面鳥和拉面怪，還有會飛的豬頭等等。BOSS 是一只會發射羽毛的鳳凰怪鳥。第二關黃河，背景的黃河上有大小帆船映襯着岸邊的楊柳，敵人還有會飛的麻將， BOSS 是發射閃電的河童。第三關萬里長城，關卡以長城為背景， BOSS 是戴墨鏡的大佛。第四關泰山，遠處的山峰夾在雲霧繚繞之中，從特定的位置能進入隱藏的關卡西歐界，背景有很多的骰子。本關的 BOSS 是發射火焰的將軍。第五關天上界， BOSS 是一條綠色的巨龍。第六關宙界，離開了地球進入宇宙，一段雜兵戰之後要面對前面的幾個 BOSS， 最後的 BOSS 是換了顏色的巨龍。這部作品是一個標準的飛行射擊，紅白機的移植水準還是不錯的，雖然有些縮水，但基本上保留了原版的特色。遊戲還有一定的難度，主角的貼圖和判定的面積比較大，很容易受到攻擊。系統上並沒有什麼突出的，但主題場景的描繪結合上 BGM， 讓它顯得很獨特。個人評價3顆星。美國之夢，由椰子娛樂發布在紅白機平台的柏青夫君系列的第3部作品。本作從遊戲的命名和內容上都和前2部不一樣，之前的2部直接叫做柏青夫君和柏青夫君2。這款美國之夢相當於外傳性質的內容，遊戲的主題不再是玩柏青哥，而是變成了老虎機，同時融入了更多的 RPG 元素。這一次柏青夫君來到了紐約，身上帶着1000塊錢，為了實現他的美國夢，目標是要征服紐約的5個博彩島嶼，從布魯克林開始，在俯視的大地圖上控制柏青夫君移動，要先在地圖上找到他丟失的護照和綠卡。這裡甚至還有 RPG 遊戲的隨機御敵，
戰鬥是打賭扔骰子的方式，不過這都不是遊戲主要的內容。進入到賭場內，選擇一個房間，在櫃檯兌換籌碼之後，就可以開始玩老虎機了。本作裡沒有其他的機器，只有老虎機，但和之前該系列裡一樣，老虎機也有多種類型，可以在不同的機台之間任意切換。在第一個區域掙到1萬刀之後，就能前往下一個博彩島嶼皇後區，之後的目標分別是10萬、100萬、500萬和1個億。實現了美國夢之後，還有一段通關結局。作為一個老虎機的遊戲，本作的素質算是相当不錯了，但也僅限於真正對它有興趣的人。個人評價2顆星。印度戰記，這是 Sunsoft 發布的一款作品，遊戲也是相當的冷門，幾乎查不到什麼資料。本作是角色扮演與文字冒險2種形式的融合，以印度神話為背景和題材，並帶有一些宗教的神秘元素。玩家扮演的主角是一名旅行者，趁着假期去印度旅遊。當來到了一條大河的岸邊時，发現了一個木箱，附近一位老人告訴他，這個盒子是大軍要找的東西，他會因為找到了東西而得到獎勵。於是主角前往漂浮在人工湖中的大軍宮殿，來到了宮殿後，被公主委託去阻止黑暗的力量。遊戲裡的探索和推動劇情採用了文字冒險的方式，但內核還是一個 RPG 的遊戲，相當於用菜單指令取代了常規 RPG 裡的各項操作。在發生劇情時，屏幕左側的指令有常規的查看、對話等等，根據不同的情況，顯示的指令選項也會有所不同。比如可以前往別的地點時，才會出現移動的指令。另外，總是會有一個其他命令的選項，打開它之後，此菜單是一個類似 RPG 遊戲的指令列表，包括了查看狀態、使用物品、武器裝備、魔法、保存遊戲等等。當來到城鎮時，指令菜單裡就會出現宿屋、武器防具店、雜貨店等選項，使用移动指令到對應的場景進行買賣。當來到了野外區域探索時，仍然用指令移動，御敌後切換到戰鬥的菜單，菜單的下方顯示主角的 HP 和 MP， 戰鬥指令都是常見的攻擊、物品、逃跑等等。獲勝後累積經驗值和金錢，隨着等級的提升，力量和速度等屬性也會上升，還可以學習新的魔法，人物最高升到30級，魔法的種類也比較多，有16種，大部分都是與宗教相關的梵文發音。這部作品的系統設計很利於故事的推進，跟着選項走不太容易卡住，又採用了印度神話相關的題材，一些场景和敌人角色的設計就顯得很獨特。但如果對於相關的文化不熟悉，就會增加理解的難度，所以局限性比較大，可能也是造成遊戲冷門的一個原因。個人評價2星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如果您喜歡這個系列，還請多多支持。咱們下期再見。